玩具、风扇、锂电池充不进去电，先别扔。教你一个简单的操作方法，即可激活修复，和新买回来的一样耐用，修复好又用好几年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，我们的生活被各种电子产品所包围，而这些产品中常常搭载着锂电池。锂电池因其轻巧、高能量密度而成为了电子设备的主要能源，但在长时间使用后往往会出现充电问题，比如充不上电。就比如我手中这块，这会儿我们将其放入风扇中试试看。好了，放进去了，现在我们开启电源试试。没有电了，指示灯都没有亮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这会儿我们再来给它充电试试看。这里大家可以看指示灯哦，如果电池插上充电器后长时间无反应，指示灯一直保持不变，或者充电器指示灯闪烁异常，可能是电池处于饥饿状态，那就说明这电池根本充不进去电。然而很多人会因此将电池扔掉，其实通过一些简单的维修技巧，您可以轻松激活它们，让它们重焕新生，延长使用寿命。这里大家要先了解到什么是电池饥饿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电池因为长时间未充电或者充电不足而处于一种失活状态，无法正常工作，而激活则是通过一系列的操作手段让电池重新获得充电能力，恢复到正常状态。最常见的一种方法，大家可以通过万用表或特制的电池测试器测量电池的电压，可以大致判断电池的电量。一般来说，锂电池的额定电压为 3.7 伏特，当电压低于 3.5 伏特时，电池电量已经接近耗尽，而锂电池饥饿的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电压过低。但是只要能检测出它有电压，我们大概率呢是能够救回来的，要是一点电压都没有，那就没有办法啦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颗锂电池，我们是可以使它修复如初的。方法呢也很简单，这里我们只需要借助一根废弃的手机充电器即可。这边呢先把充电线拿出来，这里我们要将其简单的改造一下，保留住大端口，这里我们把小的这一头给剪掉，然后把它白色的胶皮剪下来，就是最外层的取下来。然后我们就会看到4根线，数据线里面4根线分别为红色为电源供电正极，黑色是电源供电负极，绿色线为数据传输正极，白色线为数据传输负极。这里呢，我们需要红黑2根即可。用剪子把它的外皮呢给剥下来，露出里边的铜丝，2个呢都是同样的方法。外皮剥下来后，用手这样把铜丝拧紧一些，这样呢它会具有更好的传导功能。然后剩下的2根直接给它剪掉就好了，然后给它整理一下，不影响到后面的操作就好了。接下来就可以使用了。我们将其插在充电头上边，然后插入排插里边，现在开启电源。接下来将充电线连接到电池的正负极，注意看电池的正负极，一般红色对正极，黑色对负极，这样把它强制充电20秒左右，然后松开手让它缓一缓，再次充电。过程中注意摸一摸电池，如果它出现发烫的现象，就再等一等，然后继续充电。等待一段时间，让电池处于这样低电压的状态下充电，通常大约需要15分钟左右，就断断续续的，这样可以慢慢的提供一些电流给电池，帮助激活电池，也就是充放电循环。将电池连接到充电器进行充电，直到电池电量恢复到一定的程度，然后将电池使用较低电量并再次充电。通过多次充放电循环，
有助于激活电池并提高其充电容量。现在差不多了，然后使用标准的充电器进行充电试试看能不能行了。把它放入座充充电器上，这时可以看到座充的指示灯变成了充电显示的红灯，表示开始充电，电池成功激活修复了。经过大约20分钟的低电压充电，电池重新获得了一定的电荷，并且可以正常被充电器识别了。所以接下来继续使用标准充电器对电池进行充电。经过几个小时的充电后，电池恢复到了正常状态了。您学会了吗？现在我们在使用它，不管是玩具还是风扇，都能够正常的运转了。现在再用电压表来测试给大家看看，显示已经是正常的了。通过这种低电压恢复的方式，可以有效的激活饥饿的锂电池，让它重新获得充电能力，恢复到正常状态。当你的电池没电的时候，不妨试试用手机充电器来给它充电。您看它专用的充电输出是 3.7 伏，而手机充电器它的输出电压是5伏，它们相差不大，也就 1.2 伏，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复呢是安全的。除了刚刚演示的方法之外，我们还有一招冷冻法。当您发现锂电池不能用时，根本就充不进去电，而且还显示没有电的时候，那您就将锂电池像这样用多层吸水纸或者是保鲜膜将其密封起来，保证不要有水汽进去就可以了。就像这样，然后放进冰箱零下17度，冷冻48小时，然后取出，再连同包装一起放在室内回温48小时，就可以继续使用了。这也算是一个懒人方法了。原理就是冷冻激活可引起电池内部压力波动，改变活性剂晶体结构，从而恢复电池性能。可不可行？大家后期试试，然后来评论区告诉我哟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，如果您看了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每天呢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你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